据全球疫情播报，新冠肺炎病毒在多国爆发，世界卫生组织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级别调至到非常高。年初的新冠疫情是中国人民的一场灾难，却成为一些西方媒体的狂欢。他们无视中国人抗击疫情的悲壮和成果，不遗余力的讽刺，甚至是诋毁中国。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此前美国 CNN 更是态度傲慢，质疑中医药抗疫，暗示说是自愈，没有科学根据。然而，没有人可以逃脱真相定律。很快，打脸模式开启。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美国的中草药生意开始火爆。有报道称，板蓝根冲剂等产品出现热销缺货景象，价格也迅速上涨。自3月1日纽约宣布出现首例新冠肺炎患者以来，当地民众对中药的需求量一路飙升。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美国疫情威胁刺激了传统草药需求。据路透社报道，在纽约唐人街中心的药店，最近几周中药的销售量翻倍，药店的金银花、板蓝根都成紧俏货，不仅价格上涨，而且很难买得到。旧金山一家中药企业在其网站上表示，最近中药订购数量异常增加，要求客户限量订购，并且解释为由于目前离开中国的集装箱船数量较少。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而继打脸美国 CNN 后，中国再度放出大招，以前是一省包湖北一个市进行对口支援，现在一省救援一个国家或将成为现实。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一散装江苏、巴基斯坦。大家都知道，苏大强干起活来，那可是一把好手。此前，江苏驰援湖北的方式曾冲上热搜。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出现在湖北机场的15支救援队，1支来自广东，1支来自山东，还有13支来自江苏。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江苏各地驰援湖北出发的队伍看似呈现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实际上又暖心又有爱。江苏13太保争相驰援湖北的话题仍然感动了不少网友，各种明里调侃、暗里夸奖的段子在朋友圈刷屏。网友称，各省往湖北输送物资都是以省为单位，江苏是各个地级市，甚至县级市，还有村。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今天一早，一省包一国冲上微博热搜，不少网友表示好奇苏大强会如何分配，更有网友调侃不知道最后散装江苏是否会散装欧洲。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实际上，散装江苏留给了中国的老铁巴基斯坦。3月8日，苏州大学附属第2医院医疗队紧急驰援巴基斯坦的出征仪式。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吵归吵，闹归闹，散装表皮之下，永远还是那个靠谱担当的硬核江苏。2霸道总裁上海、伊朗。低调的上海支援湖北属于不声不响，默默奉献型。疫情爆发的第9天，上海绕开红十字会，直接调用直升机从杭州起飞，运送了1吨医用物资，飞抵武汉协和医院。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元宵节这天，上海华山医院输送了210名优秀的医护人员远驰武汉，他们剃卤蛋头、戴尿布，全副武装奔赴前线。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疫情爆发的第22天，上海把市长英勇捐给了武汉。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疫情爆发的第25天，122名上海中医医护人员组建国家队，启程驰援武汉雷神山医院。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以前，
全国各地买口罩，据说上海人买的最多，以至于网上有嘲讽上海人干啥啥不行，怕死第一名。而此次面对疫情最严重，每天都有新增确诊病例的伊朗，上海毫不犹豫地派出了专家组，一点的事就怕死，如履薄冰，天大的事不怕死，雪中送炭。这就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上海。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3包租公广东、伊拉克。一直以来穿着拖鞋还有几栋楼的包租公大广东，在对湖北的支援中依旧有钱低调务实，闷声干事。支援通知一声令下，23批共2431名广东的白衣战士披甲赴京楚，义不容辞。曾经在2003年战胜非典的小汤山医疗队下了请战书，24名队员请战肺炎，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最美逆行者。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不止送人，还送医疗物资，最紧缺的防护服、护目镜、N95 口罩悉数送往。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众所周知，在防控战役的第一线，医疗物资可谓重中之重。除了口罩等防护物资，大广东亦在防控疫情主力场上开辟了一道独特的广东特色支援线，不仅捐赠药品，还有板蓝根免费赠饮。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春节期间，广药集团旗下全国最大的板蓝根生产企业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一直加班加点，生产车间日夜运作，确保药品的供应。无论是一颗白菜还是一杯冲剂，一个口罩还是一碗凉茶，广东有啥给啥，花式应援仿佛霸道总裁。而此次呼吸病学的王牌军，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带着核酸检测试剂盒等看家武器，从广州飞赴巴格达，支援伊拉克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4国保四川、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四川人向湖北支援了太多，派出上千名医务工作者，捐防护服、口罩、护目镜，捐赠蔬菜、水果、资金。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此次一省包一国，自然也少不了彪悍的川军。目前按发病比例算，意大利已超过广东、河南，仅次于湖北，死亡率高达 5%， 居全球首位，医疗系统更是不堪重负，医护人员感染严重。意大利向欧盟求助，竟然无一国回应，最后只有中国伸出了援手。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是的，3月11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疾控中心等地的专家及医护人员携带相关人道救援物资，启程飞赴意大利。世界告急，中国放大招，一省救一国，白衣侠逆行支援地球村。地球村绝不是一个假大空的概念，而是真正存在的，与世界各国人民健康息息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当头，平日里那些拯救世界的西方英雄又去了哪里呢？一场疫情让全世界都看到了西方双标的真面目，也让全世界见证了一个现实世界的真英雄。中国的这次抗疫对策已经向世界充分展示和证明了这种具有中国智慧的方案的可行性。疫情无国界，援助无国界。从一省帮一市到一省包一国，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中国在自身的不断发展中，一直都在努力向世界展示自身发展价值，呈现自身发展理念，阐明自身发展追求。当病毒来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我们用举国之力拨开了一片迷雾，也愿意不计回报帮助地球村的邻居们同样吹散阴霾。请摘下有色眼镜，去看看现在的中国。